就在刚刚过去的这段时间，美国标普500指数又创新高了。那边的科技巨头像是英伟达、微软每天都在印钞票，光是2024到2025年这段时间，全球 ETF 的资金流入量已经突破了 1.3万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这就是全世界最聪明的钱，大财团的钱，甚至是你隔壁那个看起来不起眼但却偷偷换了新车的邻居的钱，都在往这个地方涌。而你呢？你可能还在盯着某个听了一半的小道消息买的垃圾股，看住它今天跌了 3%， 明天涨了 1%， 每天心情像坐过山车，最后年底一算账，还不如把钱存在银行里发霉。是不是觉得很委屈？是不是觉得这个世界很不公平？凭什么别人睡觉都在赚钱，你每天盯盘盯到黑眼圈，却还是绿光照顶？我告诉你，这不是你笨，也不是你不够努力，纯粹是因为你选择大于努力，你还在用石器时代的方法去打现代金融的战争，你当然会输啊。所以今天我不讲那些你听不懂的什么 PE、PB、KDJ 这种专业术语，那些都是用来忽悠你的。我们今天只讲人性，讲赚钱的底层逻辑，讲到底什么是 ETF， 为什么不同国家的 ETF 会决定你是开法拉利还是骑脚踏车。这条视频内容很重要，但我保证只要你耐心看到最后，我会把未来5年我看好的赚钱机会直接摊开来放在你面前。别说我没提醒你，机会永远只留给有耐心的人。说真的，我不是一开始就懂这些的，我也当过超级大韭菜。我记得刚开始投资那几年，我真的觉得自己是股神在世，那时候心态特别贪，总想着我要抓到下一只特斯拉，下一只比特币，每天看新闻联播，看各种所谓的大 V 分析，听到哪个代码就赶紧买进去。结果呢，有的时候赚了点小钱我就飘了，觉得自己眼光独到，赶紧加仓，甚至借钱去买，心里想着这一把梭哈我就能退休了，是不是很熟悉？这就是人性的贪婪啊！结果市场狠狠的给了我一巴掌。我记得有一次我重仓的一只股票，因为财报稍微不及预期，一天之内跌了 20%， 我那天晚上整晚没睡，一直盯着天花板，心里那个悔啊，那个痛啊，不是因为钱没了，而是那种深深的无力感。我觉得我像个赌徒，而不是投资者。我就在想，为什么那些真正的有钱人，他们每天打高尔夫，去旅游，根本不看盘，资产却还在稳步增长。后来我才发现，原来他们根本不玩选股这种高难度游戏，他们玩的是配置，他们买的就是 ETF。那一刻我才真正觉醒，原来我以前是在捡芝麻丢西瓜。所以我今天站在这里，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你，承认自己是普通人，承认自己斗不过华尔街那些用 AI 机器人交易的机构，这不丢人，这才是智慧的开始。当你放下了一夜暴富的执念，接受了慢慢变富，你反而会发现，钱就像长了脚一样，自己跑进你的口袋里。这就是 ETF 的魔力，它就是专门为我们这种有欲望但又不想被市场收割的普通人设计的最强武器。好，说了这么多心里话，我们来点钱货。到底什么是 ETF？ 别去被那些教科书定义，什么交易所交易基金，听完就想睡觉，对吧？你只要记住一个概念， ETF 就是一个超级懒人包，或者说是一个精致水果篮。想象一下，你想吃水果，但你不知道今天哪个苹果甜，哪个橘子酸，你去市场一个一个挑，挑错了回来还得硬住头皮吃，这就是买个股，风险全在你一个人身上。但是 ETF 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很厉害的采购经理，他帮你去市场上把最大、最红、最甜的苹果、香蕉、葡萄全部挑出来，洗前净切好，装在一个漂亮的篮子里卖给你。你买了这个篮子，就等于同时拥有了几十种甚至几百种最优质的水果，就算其中有一颗葡萄烂了，你把它丢掉就好了，根本不影响整个篮子的价值。你吃的开不开心？当然开心啊，这就是 ETF 的本质，分散风险，一网打尽。再举个更生活的例子，你去餐厅吃饭，单点菜买个股，你怕点到地雷，又贵又难吃，但 ETF 就是这家餐厅的招牌套餐，主厨、基金经理或指数编制公司已经帮你把最好吃的菜搭配好了，有前菜、主菜、甜点，营养均衡，价格还比你单点便宜。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套餐还会自动更新，如果这季度的青菜不新鲜了，主厨会自动帮你换成当季最好的蔬菜，这就叫成分股调整。你完全不用操心，你要做的就是付钱，然后坐下来享受美食，享受收益。你看是不是很符合人性？我们人都懒，都怕麻烦， ETF 就是利用了这一点，把复杂的选股工作外包出去，让我们可以躺着享受市场的红利。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不懂 ETF 的人，
注定要比别人辛苦100倍。既然知道了 ETF 是个好东西，那问题来了，市面上有几千种 ETF， 美国的、台湾的、香港的、日本的，到底有什么差别？这里面水很深哦，听好了，买不同国家的 ETF， 其实就是在买不同国家的国运，你在赌这个国家的未来。我们把世界分成几个大板块来讲，这直接决定了你的钱包厚度。首先是美国 ETF， 比如那个大名鼎鼎的 SPY 标普500或者 QQQ 纳斯达克，这就是 ETF 界的法拉利。为什么？因为美国有全世界最强的科技创新。你想想，你用的 iPhone， 你刷的 Instagram， 你用的电脑系统 Windows， 甚至现在最火的 AI， 全部都在美国。买美国 ETF 就是买成长，你要的是那种虽然有波动，但长期来看一路向上的爆发力，适合那些心脏比较强，想要资产翻倍的人，这就是进攻型武器。再来看看我们熟悉的大中华区，台湾、香港、大陆 ETF， 这里的逻辑又不一样了，特别是像台湾的0050或者00878这种，这更像是现金乳牛。为什么？因为亚洲人喜欢存钱，喜欢领股息，所以这边的企业很愿意分红。买这边的 ETF， 很多时候我们是冲着那个每年稳定的配息去的，适合什么人？适合想要每个月有现金流进来缴房贷、付生活费，求一个心安理得的人，这就是防守型武器。再比如日本 ETF， 最近2年特别火，那是因为他们沉睡了30年终于醒了，这就叫困境反转，买的是一个补涨的机会。所以你看，不一样的国家就像不一样的赛道，美国是 F1 赛车道，追求速度与激情，亚洲可能是马拉松赛道，追求耐力与稳定。你不能拿着法拉利的引擎去跑山路，也不能骑着脚踏车去上高速，你要根据你自己的性格，你是贪婪多一点，还是恐惧多一点？你是想要10年10倍，还是想要每年稳稳的 5%？ 想清楚这个，你才不会买错，才不会在美股大跌的时候吓得割肉，在台股大涨的时候又嫌赚得慢。这就是人性的博弈，懂了吗？不同国家的 ETF 其实就是不同功能的赚钱机器，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组合起来，变成一个无敌的变形金刚。好，刚刚我们讲了地缘，现在我们要讲品种。很多人以为 ETF 就只是跟住大盘走，觉得很慢很无聊，我告诉你，这就是最大的误区。现在的 ETF 市场早就进化了，它就像是一个超级武器库，里面有防身用的盾牌，也有毁灭性的核武器。我们先说第一种，也就是最基础的指数型 ETF， 这就是我刚刚说的白开水，像跟踪标普500的 VU， 或者台湾的0050，香港的盈富基金，这种东西你看住它平平无奇，每天涨个 0.5%、1%，你可能觉得不过瘾，甚至觉得朋友炒个币一天赚 30% 才叫爽，但是请你记住这句话，白开水才能解渴，才能保命。这些指数型 ETF 是你资产的压舱石，无论外面风浪多大，只要人类社会还在进步，只要大家还在消费，它长期就是向上的。这是给那些想睡安稳觉的人准备的。但是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是不甘心的，你们心里那团火还在烧，想要更快一点，对不对？没关系，市场也为你们准备了第二种行业主题 ETF， 这就是那杯烈酒。你看不懂哪家科技公司会赢，但你知道 AI 人工智能一定是未来，对吧？那你就买 AI 主题的 ETF。 你知道大家都怕死，医疗以后一定赚钱，那你就买生物医药的 ETF。 这种 ETF 就是把鸡蛋放在一个比较小的篮子里，风险高了一点，但是一旦风口来了，那个爆发力是非常恐怖的，1年翻倍都不是梦。比如说前几年的半导体 ETF， 那是多少人的财富密码。这就是利用你的认知去变现，你不需要懂技术，你只需要懂趋势。接下来我要讲第三种，也是最危险、最能勾起人贪婪欲望的一种，杠杆与反向 ETF。 各位听到这里请把耳朵竖起来，这一段可能会救你的命。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什么3倍做多、2倍做空的 ETF， 听起来是不是很爽？你买100块涨了 10%， 你就赚 30%， 简直就是抢钱啊！我身边就有太多朋友死在这上面，为什么？因为数学是残酷的。你想想，如果今天跌了 50%， 你的资产变成了50块，明天想要涨回100块，你需要涨多少？你需要涨 100% 啊！杠杆 ETF 最大的敌人叫损耗，在震荡市里，它会像白蚁一样把你的本金慢慢吃光。这种东西是给短线高手玩的，是用来赌一晚上的行情的，绝对不是给你拿来存养老金的。很多小白不懂，看到3倍赚很兴奋就冲进去，结果拿了半年，
发现指数明明没怎么跌，自己的钱却少了一半，这就是无知的代价。所以这一类 ETF， 如果你没有钻石心脏，如果你不懂止损，我劝你碰都不要碰，这不是投资，这是赌博。讲了这么多理论，我们来听个故事，这是我身边真实发生的例子，为了保护隐私，我们叫他们老王和小李。10年前，2015年左右，他们2个人手里都有差不多50万的闲钱。老王呢，性格比较急，总觉得自己比市场聪明，他看不起那些买 ETF 的，觉得那是老年人的玩意儿。他每天干嘛？追涨杀跌。今天听说新能源火了，全仓冲进去，明天听说医药股跌了，赶紧割肉出来。他还特别喜欢玩我刚刚说的那种杠杆 ETF， 总想着一把翻身。这10年间，他有过高光时刻吗？有一年他赚了 80%， 那时候他意气风发，天天请客吃饭，觉得巴菲特都不如他。但是好景不长，遇到了2020年那次大熔断，还有后来2022年的大跌，因为他加了杠杆，一次回调就把他几年的利润甚至本金都打没了。现在10年过去了，你们猜老王怎么样？他的50万现在只剩下不到20万，而且整个人神经衰弱，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睡不住觉。再来看看小李，小李这个人比较懒，也有点怂，他觉得自己斗不过那些华尔街的机器人，所以他做了一个最简单的决定，把50万分成了几份，每个月雷打不动的定投美国标普500 ETF 和台湾的科技 ETF， 他根本不看盘，甚至有时候连账户密码都忘了。那时候老王还笑他，你这傻子，一年才赚那几个点，通胀都跑不赢。小李也不反驳，就这么傻傻的买，不管市场是大跌还是大涨，他只管买那几个水果篮。10年后的今天，小李打开账户，你们猜多少？那50万变成了将近200万，这还不算他中间拿到的分红股息，最重要的是什么？这10年小李该吃吃，该喝喝，工作升职了，身体也很好，资产还在睡觉的时候自动增值。各位，听完这个故事，我想问你，你想做老王还是做小李？这个世界最讽刺的是，往往最简单、最反人性的方法，才是赚大钱的方法。老王输在了贪和急，他想快，结果最慢；小李赢在了稳和慢，他接受慢慢变富，结果他最快。这就是 ETF 的终极奥义，它不是让你一夜暴富的神话，它是让你用时间换空间，用复利打败运气的科学工具。你现在可能会觉得，哎呀，一年10%太慢了，但我告诉你，只要你坚持下去，复利加上时间，那就是世界第8大奇迹，它会让你的人生后半场过得非常体面。我知道你们看到这里，心里已经痒痒了，想问，好，我懂了，我要做小李，但我现在该买什么？未来的风口在哪里？各位，接下来这几分钟，价值100万，我们站在2026年这个时间节点往后看，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我们买石油、买银行，那是旧时代的逻辑，未来的钱会流向哪里？我看好3个方向，你们记下来。第一，绝对是硬核科技与 AI。你以为 AI 只是聊聊天吗？错了，它正在重塑所有行业，从自动驾驶到工厂里的机器人，再到帮你写代码的程序，这背后都需要什么？算力，需要晶片。所以那些专门投资半导体、云计算、大数据中心的 ETF， 在未来5年、10年依然是王者。这不是炒作，这是像当年工业革命一样的趋势，你不上车就被时代抛弃。第二，是被很多人忽略的人口结构变化。现在全世界都在变老，日本、欧洲，甚至我们这里，人老了需要什么？需要药，需要医疗器械，需要护理服务。所以医疗健康类的 ETF， 特别是那些专注于创新药和生物技术的，虽然现在可能波动大，但长期来看，这是刚需中的刚需，没人能拒绝生老病死，这里面藏着巨大的金矿。第三，如果你稍微激进一点，可以关注加密资产与区块链 ETF。我知道这个有争议，但是华尔街已经把它纳入正规军了。比特币 ETF、以太坊 ETF 的出现，意味着它不再是边缘游戏，而是变成了像黄金一样的资产配置。你不一定要梭哈，但你可以配置个 1% 到 5%， 把它当做一张未来的彩票，万一它真的变成了数字黄金，你就不会错过这场财富转移的盛宴。当然，这些机会不是让你现在马上闭着眼睛买，我们要讲究策略。这个策略非常简单，简单到你可能不信，但却最有效，那就是核心加卫星策略。什么意思？把你 80% 的钱放在那个最稳的大盘指数 ETF 里，核心，保证你不会输光，保证你能跟上大部队，
然后拿出那20%你亏得起的钱，去买我刚刚说的 AI、医疗或者是加密货币的 ETF 卫星，去博取那个超额收益。这样进可攻，退可守，就算卫星掉下来了，你的核心还在，一旦卫星飞上天了，你的财富就能上一个大台阶，这才是成年人该有的投资智慧。好，策略有了，方向也有了，但我还是要最后啰嗦几句，因为细节决定成败，很多小白死就死在不看说明书。买 ETF 不是闭着眼睛随便点一个代码就行的，有3个指标你必须看，不看就是给别人送钱。第一是管理费，也就是总开销比例，千万别小看这0点几的差别，这就像是水管上的一个小破洞，或者是躲在你账户里的吸血鬼。你想想，同样是追踪标普500，有的 ETF 收你 0.03% 的手续费，有的竟然敢收 0.5% 甚至更高。如果两者绩效差不多，你选贵的就是冤大头。10年下来，这些多出来的手续费复利计算之后，可能会吃掉你一辆小汽车的钱。所以记住，对于宽基指数 ETF， 越便宜越好，这是铁律。第2个指标叫成交量和规模，这就像你去选餐厅，你是去那种门口大排长龙的店，还是去那种苍蝇都在飞，一个客人都没有的鬼店？当然选人多的啊。买 ETF 也一样，规模太小，成交量太低的 ETF， 最大的风险是想卖不掉，流动性枯竭是很恐怖的。甚至如果规模太小，基金公司可能会直接清盘，把钱退给你，那你原本的投资计划就被迫中断了。所以尽量选那些头部的几百亿规模的大基金，安全感拉满。第3个稍微专业一点点，叫追踪误差。简单说，就是这个基金经理抄作业抄的像不像，指数涨了 10%， 结果你的 ETF 才涨了 8%， 这就叫误差大，说明这个基金经理手艺不行，或者里面有什么猫腻。我们要找那种误差几乎为零的，那才叫原汁原味。这3点心法听起来简单，但能帮你过滤掉市面上 90% 的垃圾产品，保住你的血汗钱。视频讲到这里，其实我教给你们的技术已经够多了，但我最担心的不是你们学不会，而是你们守不住。投资这条路最难的不是选品，而是修心。我知道，等哪天股市大跌，新闻铺天盖地说金融危机来了，又要崩盘了，你打开账户看到全是绿色，亏了几万块，你一定会恐慌，你的本能会告诉你，快跑啊，再不跑就没了，然后你就手贱点了卖出，那一刻你就真的输了，你就变成了那颗被割掉的韭菜。但是朋友们，换个角度想一想，如果今天你喜欢的 LV 包包，你喜欢的劳力士手表，突然全场打5折，你会恐慌吗？你会逃跑吗？不会啊，你会兴奋的冲进去扫货，对吧？那为什么优质的 ETF、优质的国家资产打折的时候，你却要跑呢？这就是人性的弱点，真正的赢家都是反人性的。当别人恐惧时，你要贪婪；当市场打折时，那是老天爷在给你送钱。所以我希望你们在未来遇到大跌的时候，不要慌，回来翻翻这个视频，或者在心里默念3遍，这是打折，这是机会，这是打折，这是机会。坚持定投，越跌越买，等到下一个周期来临，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你会感谢当年那个在暴风雨中没有松手的自己。这份定力才是你和普通人拉开贫富差距的关键，这才是真正的财商。好，说了这么多方法论，我知道你们最想听的就是别废话，2026年到底买什么能赚钱？现在是2026年年初，市场的风向已经变了。如果今年我要配置100万，我会怎么分？我直接把我的私人清单摊开给你们看，这就是我说的核心加卫星实战版。首先，我们来打地基，也就是占你 80% 资金的核心部分。今年我的核心首选依然是美股的 VU 先锋标普500 ETF。为什么？虽然大家都在喊美股贵，但你看2025年那些大公司的财报强的离谱，VU 的管理费才 0.03%， 几乎等于免费帮你打工，它是你资产长大最稳的根。如果你在亚洲想追求更稳定的现金流，我会配一部分台湾的0050或者00878，或者是香港的2800盈富基金。这部分的逻辑就一个，买国运，买大盘，买税的助教。接下来刺激的来了，这是我今年最看好的 20% 卫星部分。如果你想在2026年跑赢身边所有人，这3只 ETF 你一定要盯紧。第一， AI 算力王者 IGM iShares 扩展科技板块 ETF， 别再只盯着单个英伟达了， IGM 帮你把微软、谷歌、苹果这些 AI 巨头一网打尽。2025年 AI 刚写完剧本
2026年才是大规模收割利润的时候，这就是我说的烈酒，涨起来真的会让你心跳加速。第二，能源新势力 VPU 先锋公用事业 ETF。 你可能会问，公用事业不是老掉牙吗？错，2026年 AI 数据中心疯狂建设，他们最缺的是什么？是电。现在电费在涨，电力公司的估值正在重估，这就是我发现的隐藏财富风口 AI 的后勤部。第三，数字黄金 FBTC 富达比特币现货 ETF。 到了2026年，如果你账户里一点加密资产都没有，那真的太保守了。FBTC 让你在证券账户就能买比特币，不用担心私钥丢失。我把它当作对抗全球通胀的彩票，配置个3%到5%，万一它今年冲向15万、20万美元呢？这就是改变命运的机会。朋友们，这就是我的2026组合，核心负责保命，卫星负责翻身。我不是让你跟我买，我是想让你看明白，聪明的钱都在往 AI 应用、基础能源和数字资产这3个地方钻。你可以不认同我，但你不能无视这个时代的趋势。如果你还是怕，那就从小资金开始，定投 VU， 那是永远的正确答案。记住，2026年不是缺机会，而是缺那种看准了就敢下注的勇气。好，清单我给你了，底牌我也掀了，但我必须再提醒你一次，不管我说的再好听，这些代码背后都是真金白银的博弈。投资这件事从来就没有绝对这2个字。我今天坐在这里分享，是因为我走过那些坑。我心疼大家赚钱不容易，但我不是上帝，我没办法帮你按下那个买入的键。你要记住，每一分进入市场的钱都应该是你深思熟虑后的决定。投资市场最残酷的地方在于，它专门收割那些想走捷径的人。所以在你看完这条视频，准备冲进去之前，请你先问自己3个问题。第一，这笔钱如果亏了20%，你会不会影响生活？如果会，请减仓。第二，你真的理解你买的东西吗？如果你只是因为我说好就买，那你还是老王，你不是小李。第三，你做好了跟时间做朋友的准备了吗？ ETF 不是让你今天买明天就换法拉利的。如果你能过这3关，那么恭喜你，你已经具备了赢家的素质。各位，我们处在一个充满变革的时代，2026年的机会确实很多，但风险也从未消失。我的建议只是意见，最终的评估和风险承担一定要握在你自己手里，这才是一个成熟投资者该有的样子。如果你能听到现在，你已经赢过95%的人了。我真心希望几年后，当你财富增长、生活体面的时候，你能回来这条视频下面留个言，说一句，嘿，当时听了你的分享，我真的开始改变了，那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奖励。好啦，今天就聊到这里。你现在手里持有哪一只 ETF？ 或者听完之后，你最想布局的是哪一个板块？别藏着掖住，赶紧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我也想看看大家的眼光。如果觉得内容对你有帮助，请一定要帮我点赞，分享给你身边还在当韭菜的朋友，并且点个关注。你的每一次互动都是在帮我把这些正确的理财观念传递给更多人。记住，财富是认知的变现，而学习是提高认知唯一的路。这里是赚钱角度，一个希望你慢慢变富的朋友。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